大家好啊，欢迎来到我的频道。那从今天开始呢，我们要开启一个全新系列的关于技术分析方法的一个讲解。开始前啊，还是请没进群的朋友们可以点击影片描述栏的链接直接进群。最近啊，群里又请了几个操盘高手为大家免费分享。好，那我们言归正传。为什么要做技术分析的讲解呢？技术分析可靠吗？对于很多看消息炒股追涨杀跌的朋友啊，可能对此表示不屑。其实啊，技术分析是基于市场行为的可量化性，以及统计学和概率学，外加历史数据的累积和经验总结，发展出来的这么一套方法。技术分析为什么有一定的参考价值呢？首先，它是在探索市场行为的规律性。比如说，老股民应该都听过这句话：股票市场的历史不会简单的重复，但是呢，总是惊人的相似。其次呢，在量价关系中可以看出供求关系，以至于可以有效的判断股价的涨跌。除此之外呢，技术分析在一定程度上存在自我实现的效应，比如大量的交易者看到了关键的技术信号，于是他们会在同一个方向进行交易，从而推动了股价朝着这个方向去运动。那尽管技术分析有一定的预测作用，但是技术分析不是万能的，也不可能100%的准确。我们学习技术分析的目的啊，是为了提高我们的胜率，活学活用，切不可盲目的套用指标，无视市场环境，忽视风险的管理。那今天呢，我们就从最基础的 K 线形态开始。其实啊，每一根 K 线都记录了多空双方博弈的过程和结果。比如说长下影线，那就表示多方的力量占上风。比如说十字星，那代表着买卖双方力量均衡，很可能是趋势反转的信号等等。在介绍今天的 K 线形态前啊，因为考虑到有一些朋友是完全的新手，所以啊，还是说先给大家简单的介绍一下 K 线的基础常识。那每根 K 线呢，都是围绕着开盘价、收盘价、最高价和最低价这4个数据展开的。一般来说是由一个实体部分和上下2根影线组成的。当收盘价格高于开盘价格时， K 线的实体部分为空心白色，我们称之为阳线，意味着当天股票的价格是上涨的。那在亚洲呢，一般是用红色，欧美呢往往习惯用绿色。那当收盘价格低于开盘价格时， K 线的实体部分为实体黑色，我们称之为阴线，意味着股票价格当天是下跌的。同样，亚洲习惯用绿色，欧美往往是用红色来表示下跌。那无论阴线还是阳线，与实体部分上端相连的这个直线，我们称为上影线，代表着最高价。同样，与实体部分下端相连的直线，我们称之为下影线，代表着最低的价格。当然，上面我们说的是标准的 K 线，除此之外啊， K 线也会有多种的特殊情况。比如只有下影线没有上影线的 K 线，我们称为秃头 K 线。只有上影线没有下影线的 K 线呢，我们叫做光脚 K 线。那有上下影线但是没有实体的部分的 K 线，我们叫做十字星或者叫十字 K 等等，还有很多种特殊情况啊。以后呢，我们会慢慢的去详细讲解这些特殊的 K 线。那今天呢，给大家介绍一个抄底的 K 线技术形态。第一位锤子线。锤子线啊，就是 K 线实体部分较小，无论是阴线还是阳线都可以。另外呢，下影线较长，至少要是实体部分的2倍，并且呢，没有上影线或者上影线非常的短。因为形状啊非常像一个锤子，所以呢，我们叫锤子线。但是呢，单单有锤子线还不够，还要出现在下跌趋势的末端，并且锤子线的下影线越长，看涨信号啊往往就会越强。再有呢，出现锤子线的时候，成交量如果明显的放大，往往呢成功率呢会更高。如果这时候其他指标也提示底部信号，那么我们可以择机买入。因为这个时候啊，往往意味着行情有可能要反转上涨。那以上这些呢，就是第一位锤子线的一个基本形态，以及锤子线的强弱分辨。
接下来呢，我们探讨一下锤子线出现后买点在哪里，以及我们要如何设置止损。一般认为如果说隔天收盘的价格能收到锤子线实体部分的上方，那这里呢就可以是买点。除此之外呢，出现锤子线后如果没有向上走，反而股价回落了，只要不跌破锤子线的下影线的低点，那么锤子线的作用就还是在的，那这个位置呢也可以作为我们的买点。那如果出现锤子线后，随后股价跌破了锤子线下影线的低位，那么我们认为锤子线失效，那这个位置呢可以设置成我们的止损的点位。接下来呢，我们来看个实例。我们看一下 AMD 2023年1月6号的这根 K 线。首先我们能看到它的上影线呢非常短，下影线的长度呢至少是 K 线实体部分的2倍，并且出现在一段下跌趋势的末端。而且呢，当天成交量呢有明显的放大，第二天的收盘价格呢也收在了锤子线实体的上端。那这个呢就是个成功的锤子线。如果我们隔天买入了，止损点位大家觉得应该放在哪儿呢？对，应该放在 60.05 的这个位置。好，以上呢就是如何用低位锤子线进行抄底，内容呢比较简单。后期如果这种形式反馈比较好，我们尽量把所有的技术形态都给大家做一下分享。好，那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分享的全部内容，感谢大家的观看，欢迎大家关注、点赞、转发、评论，谢谢大家。